这是老家。你小时候的家吗？对啊，没来过吗？没有。没有锁子吗？里边啥都没有。这么乱吗？等夏天的时候，满院子都是草。你知道这是啥树吗？不知道。这两个核桃。那个小的呢？这个。啊。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我知道这个是啥树。这石榴树是吗？全是土。真的是好久没人去了。丰富的菜。在宇宙水吧那个。上去。这也太陡了吧，大叔！不都是这样吗？视野比较宽阔。不要太危险，你懂就好了的。这一个家一个家都离这么近的吗？对啊，都挨着。邻居家的小院。大叔，咱们回来住吧。回来。对啊，你看这样多安静，多惬意啊！把院里收拾收拾。可以吗？这收拾收拾，其实农村住着挺舒服的，安静是吧？走吧，下去。慢点啊。你也慢点啊。要。咋了？没事儿。你挨打踏实点。爷爷听我们说要回来收拾，也过来帮忙了。爷爷来打个招呼，打个招呼。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把小院里的树修剪一下，把院子里的垃圾清理出去。本以为大叔没干过什么体力活，没想到干起来还是挺得心应手的。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都是这么优秀吗？爷爷说一会儿会停水，我们又去叔叔家找了一个水缸，但是里边又有很多的土，工具不够，大叔来凑。这不，大叔找了几根高粱和一根铁丝，工具这不就没了吗？一会儿要停水，我们先把水缸里的水接满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记录到这里啦，一起来期待我们改造的理想小院吧，咱们明天见。今天是收拾小院的第2天，又是小孩无聊的一天。大叔的主要任务还是打扫卫生，把院子里的垃圾清理出去。今天的风是真的大，大叔扫的满院子都是土，都快收拾完了，大叔才想起来回地上拿点水。大叔的强迫症又犯了，非要把这个水缸装上，不嫌累那就让他自己弄吧。记住大叔现在白白胖胖的样子，不知道小院收拾完之后会晒成什么样。其实我更期待大叔以后的木鱼变瘦。这段收拾卫生的镜头，强迫症患者一定很注意吧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2天收拾小院以后的对比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记录到这里啦，一起来期待我们改造的理想山石收拾小院的第3天。爷爷地里没有工作，也过来给我们帮忙了。院子里的垃圾清理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是把工具整理出来。你们注意看，爷爷下一个。这个倔强的明明过不去，回头看了一眼，非要试试，结果全掉了。你看，还走。看这是个啥？这还有一个照片啊！在我们的世界里，爱东和王腾富调和鹅包的意思。大叔的任务是在邻居的老家中午，大叔去订了房间的窗户，大概需要15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安装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期待我们改造的理想小院吧，明天见。今天是收拾小院的第4天，大叔和爷爷把家里不用的沙发送到了村口的老头聚地点，其实也挺好的，没准大叔以后老了也能过起啧啧。留院子里的空间，下午就把小院里的2棵树砍了。没想到大叔还有这项技能。
没想到这棵小树的下边比上边粗这么多，也不知道它是怎么长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记录到这里了，一起来期待我们改造的理想小院吧。咱们下期见。顾上了吧？顾不上这个换别人。我就我自己还想换。今天是我们收拾小院的第5天，我们打算在卫生间前盖一堵围墙，又把爷爷喊过来帮忙了。其实爷爷干过20年的包工头，你们看爷爷砌墙的手法专业吗？爷爷还给我们讲起了当年盖房时候的事儿。来住啊！其实大工干的是技术活，小工负责干搬砖和和水泥的体力活。今天大叔也当起了小工，你们看大叔这个小工当的合格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记录到这里啦，继续期待我们改造的理想小院吧。下期见。据说是小院的第6天，今天大叔和爷爷把院子里的棚子拆了，好多年没动过，这上面的树叶还是挺多的。没想到这些瓦片用了10几年，还是很结实。爷孙俩搭配起来还挺默契的，不一会儿就拆完了。你们说这块空地怎么利用才好呢？评论区留言吧。后天安装窗户的师傅就过来了，下午爷孙俩接着又把门口的窗台拆掉了。爷爷的体力是真的好，养着6只奶羊，种着17亩地。爷爷今年71岁了，你们看这像吗？拆完窗台，爷孙俩又开始收拾门口的树枝。很久没有打理过，里边长出了很多的刺槐。一开始收拾起来还真是有点无从下手，今天真是把爷孙俩累坏了。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见吧。今天是收拾小院的第7天，今天爷孙俩先把以前的窗户拆下来，这窗户还是30年前安装的，说是实木的，真是又沉又难拆呀。爷爷的办法总是有很多，总能让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很多，不得不佩服爷爷的体力是真的好啊。其实大叔大学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的，毕业以后干了3年的美业。在这之前，大叔每天护肤起来比我还到位，基本上没干过什么体力活。没想到收拾起我们的小院来，还真是有模有样的。今天我也算是出了一臂之力吧。哎呀妈，就你那个，你看你一身。我们打算往里屋引一个水管，得把水管挖出来。没想到水管下边全是树根和石头，可把大叔难住了。太冷，冻死，太冷。本以为快把水管挖出来了，结果爷爷说得挖1米深，那就继续吧。看大叔的表情就知道一定很难挖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记录。今天是收拾小院的第8天，我们的小院终于开始动工了。屋里的水电已经安装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把线的接口固定住。今天是修修补补的一天，爷孙俩又搭配起来了。固定你用吗？固定好线盒，爷爷用水泥把线管填补上。或者我带石器吧。中午安装窗户的师傅过来了，因为后期外墙还要上一遍漆，所以就先安装了窗户的框架。安装完后又发现后窗户的框架尺寸量小了，爷爷又开始了填补的工作。明天工人们就过来给墙上水泥了。大叔先把所有的墙先阴一遍，明天工人来了就可以直接干活了。大叔的朋友也过来给我们帮忙了。看
喷完院里开始喷后墙，因为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发现后墙渗水，导致屋里的墙面发霉了，所以要用水泥涂一遍。下午，爷孙3个把盖房的架子支起来了，等明天工人来，就直接可以上手干了。这些工具都是爷爷当包工头时用的。这么多年不用，爷爷干起来还是那么的得心应手。你们知道铁丝应该怎么剪吗？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。你们那里盖房子也是这样搭架子的吗？没想到看起来挺简单，用起来还挺牢固的。就是尺寸不对，最后找到了一家，只能裁一截才能用。门子买回来以后，门还是大了一点点。经过爷孙俩不懈的努力，最后终于把门安装好了。其实我们也是犹豫了好久，最后还是决定把树砍掉，因为院子太小，想满足院子的功能性，不得不舍弃一些东西。一进门的位置还有一棵树，所以院子里是有2棵树的。收拾完屋子，爷孙俩又在西屋砌了一个洗澡的地方。叔叔说不能用眼直接看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原理吗？从厂子里出来就直接去买锅了。哎，大叔只记得买了锅，回家才发现忘了买锅盖。今天的视频就记录到这里了。
也终于有了一些我们想要的样子。这不，爷孙俩又忙活起来了。要在这个位置建一个卡座，两边的墙都砌好了，量好剩下的长度，算出木板中间支撑的间距，最后决定再加3个支撑点。砌墙用的砖需要用水冲一下，爷爷说这样墙砌起来才会更牢固。家有老人是块宝，爷爷当了20多年的包工头，看爷爷这干活的麻利劲儿，你们看着像是70多岁吗？大叔先把防腐木的背面和两侧涂一遍木蜡油。其实，在收拾小院之前，有过好多顾虑，不知道该怎么收拾，怎样才能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收拾小院的过程中，大叔也是掌握了多项技能，认识并且学会了用多种工具。说实话，改造老院子真的是挺累的。没干过体力活的大叔，手每天都是肿胀的，也长满了茧子。白天干完活，晚上还要剪，急到很懒。但是看着小院一点一点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大叔说一切都是值得的，所有的经历都会是成长的一部分。你的脚丫子。我们在网上买了一些氛围灯，安装好后会更好看一些吧。中午，大叔又给防腐木刷了一遍木蜡油，最后固定好卡座的木板，大功告成了。抽水泵回来，在网上买了一个 UV 杀菌灯，所以有打算修建鱼池的家人们，建议你们还是要提前做好过滤系统。没有换水，每天过滤2个小时，过滤了1个星期，水终于变得清澈见底了。20年不住的农村小院，我们用了2个月的时间改造成了现在的样子。继续期待我们改造的理想小院吧，有什么问题记得评论区留言哟，我们会一一回复的。